下一次我们就用新的工具来教大家怎么做资料整理。我相信这套工具 Tableau Prep 的话，会让你的效率更加的精进哦。Hello，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Polly， 欢迎大家一起来收看使用视觉化工具清理资料。那今天这个章节也是认为我觉得很实用，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部分。怎么说呢？我们常常呢会去拿到一些别人提供的资料，那这个别人呢，就是例如说他可能是公家机关，他可能是跨部门的同事，他非常的友善，所以他把资料已经整理到，例如说像这样子，人类看得懂。什么叫做人类看得懂？我可以看出来，在这个专案名称，他每一年跟我交易的状况，例如说有一些项目。有些专案他跟我交往了2年，有些项目他跟我交易了5年，类似是这样子，我一目了然，看得清清楚楚。但是呢，人类看得越清楚，电脑看得就越模糊。这要怎么说呢？我们先看一下左半边蓝色这个部分，蓝色这部分资料是往下走的，所以呢，其实在电脑的世界，它是看得懂往下走，所以对他来讲，它的栏位应该会是序号、代号、专案名称，接着应该是叫做日期的这个栏位。但是人类看得懂的是，我把我的日期分布在这个画面上面，那你这样不就可以看到 overall 我的发生的数字的一些状况吗？那但是呢，如果我们想要再做一些更进阶的分析，而且是透过电脑来帮我们实现的话，我们就要转制成电脑看得懂的。那我们可以怎么做呢？我们先教第一个方法。那第一个方法的话，在 Tableau 里面，我们把这个资料选进来。OK， 好，那在选进来资料之前，我们先看一下它长在哪里。我本来想要 demo 的这个资料，例如说，在这个 Excel 里面，它分成1、2、3、4、5跟 A， 这总共有6个 sheet。那这个6个 sheet 其实在你 DB 里面它就是6个 table。那在这6个 table 里面，其实我目前想要分析的是 A 的这个 sheet。好哦，那所以呢，那除了我们用 Tableau 来做之外，我们还可以用 Prep 这个工具。我们在 Prep 这个工具，它其实也是 Tableau 推出来的一个功能。那在这里的话，我更倾向就是用这个这个工具来做资料，原因是它会帮我记录我到底做了什么事情。那我们一样把这个资料倒进来之后，把这个 A 拉进来之后，你会看到说，它可能告诉我们的这些资料的一些状况。那来先看一下，是不是在这里它也会先告诉你，你这个 number 它是数字一样，我先把它改成字串。那同样我们要做的一件事情呢，我会自己先用这个清除的步骤，因为我想要来清资料了。那在这边我们是不是看到就是其实跟刚刚都一样，这里一样是可以做重新命名的方式，项目名称，然后这个把它改成专案名称，它只是用不同的工具，但一样都是视觉化，那一样都是 Tableau 他们家买进来的。OK， 那再来的话就是后面的这几个年月一样，按住2021，然后最后再按住刚刚是按住2012，现在按住2021，然后接着的话去这边，它的中文有点不一样，它是把栏枢纽为列，它更精准了。好，那一样把它枢纽过来之后，你会发现它这里有个名称，有个值，我们就去把这个名称改成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叫做年份嘛，对不对？那在这里我们可以做一个动作，年份呢，我们刚刚提到它是日期。好，那这里呢，我们觉得它是营收 revenue 的部分，就把它打进去。好，这样子就做好我们刚刚做的一些事情。但是它跟Tableau 这边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是，它告诉你做了多少事情。一开始我有做枢纽，做完枢纽之后，我重新命名了我的栏位，我把原本枢纽过后的名称1变成年份。再来的话，我刚刚是不是又做了年份的这个资料形态的转制，对吧？我是不是就做了这件事情？好，我有做了。然后最后我又把那个枢纽1的值把它改成 revenue 的这个栏位名称。所以你今天去维护前一个人做了什么事，
这个才有历程啊，你才看得到他在做什么。那刚刚在清理1，他这里也会有它的变更的历程，所以我还可以回去看，我在这个动作做了什么。一开始我不是有把项目代号变成这个项目名称所以这个应该是代号才对嘛。这边原本人家的简中，我把它变成繁中的话，应该这里是代号，会更加的明确。好，那它其实不会，它会再帮你，它就从这边就再改成这样。OK， 好，这个就是有迹可循，我每一次我都可以去看我每一步做了什么。那甚至呢，我们在枢纽之后，我们再看一下还记不记得我们刚刚看完的资料，它应该要长什么样子呢？它是就像我讲的，它整个资料很乖，它都是往下展的。但是它在往下展的同时，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先把它变成我们比较习惯的这个画面。好，这个全部都是资料的格式去检视好了。在我检视这个资料的时候，你会发现，这里是不是当我变成系统在看的时候，它有一堆诺值会跑出来？因为对他来讲，这个专案他可能只有17年、18年有跟公司合作过，过去这几年是没有合作，所以它就呈现是诺的状况。那我们可以怎么做呢？因为对我来讲的话，如果我没有处理掉这些诺的栏位值的话，它就是长出来很多栏位。你看，总共跑出了250列嘛，那5个栏位变成250列，跟我们刚刚看一下刚刚才25列而已就是因为这里有乘以10之后，它变成250，你懂吗？它就是这样算出来的。那你资料不就膨胀了吗？那我怎么样让它资料变得不要这么膨胀？这里不就是有诺吗？原来里面诺的值高达了197列，那我们可以怎么做呢？那我可以按右键，然后把它按排除。那按下排除之后，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资料从原本刚刚的250列变成了53列，那这里就不大会有这个刚刚提到的诺值的部分了。好，我们做了这么多事，我们是不是想要看它接下来它在可能 Tableau 那边的呈现的结果是怎么样子？这里我们就可以按下这个加号之后，这个在 Tableau 中预览。那在预览的时候，它其实还在跑。等一下，它这个是跑到了另外一个，它在预览的应该是这个画面才对。好这就是我们刚刚预览出来的结果。我们就可以去看，我们的总共有几个资料呢？总共有53个资料，然后也的确这个就是我们刚刚枢纽过后的结果。我们想用这样子的方式去分析我们的资料，它应该是有年份、有序号，然后它的 revenue 项目代号跟专案名称有这些资料的。好，这些分享希望对大家在整理资料的时候是有对你来讲是有帮助的。好，喜欢这支影片的人也帮我分享给你周遭的朋友，让大家一起工作能力变强。那这样子的话，你才可以有办法把你的脑子放到其他你更想去关注的地方那谢谢大家今天的收看，那我是 Polly。那希望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用视觉化的资料工具来清理资料，可以帮助你在你的工作上面。好咯，拜拜。